你是个在乎公平的人吗？全球每年在互联网上对公平的搜索有数百亿次。某电影还明确指出，我来鹅厂只办3件事：公平、公平，还是他妈的公平。但你可曾想过，追求公平也可能会被人利用。人们往往因为旧的关系网、旧的制度，感受到自己被不公平的对待，并且想要做出改变，能够让自己感受到公平一些。而恰好有一群人，他们假装为你发声，实际看重的是你的关注跟支持，于是把你牵着鼻子走，最后想要的公平也没拿到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了解过伊朗的历史？他们在60年代完成了现代化，然而在1979年发生了伊斯兰革命，这个现代文明的国家重新回到了宗教控制中，于是出现了戏剧化的一幕。大多数父母比孩子的受教育程度要高。上期我们介绍了帮助特朗普获得大量支持的人格，煽动性操控者，而这期是特朗普视频的最后一期，假意的带大家追求公平，却可能把所有人推下深渊的人格，反叛型规则破坏者。之后我们将进入火星系列，用心理学跟社会学进行循证，带大家进入未来火星人的视角。回到这期，我们主角也有这样的特性，他一边帮你说的不公平，另一边就想着重构规则，让自己能够获益。让我们进入这些意见领袖的故事，看看他们如何用公平来牵着我们的鼻子走。有个特别有趣的现象，大脑只会看到自身的利益受损情况，却无法看到别人的利益受损。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，给2人100块 ，A 决定分配比例， B 决定能否接受。当 A 提出自己分70，别人分30时， B 宁可1毛钱都拿不到也不愿意接受这个不公平的结果。2017年，特朗普说服国会通过减税法案，反复强调美国工人应该得到应有的公平，就是用了这套方法。一旦有人帮你获得公平，就是他们趁热打铁的时候了。他们会通过更多的友好行为来获得更多的好感，这样就能获得支持。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，特朗普团队每天都在推特宣布捐赠上万只口罩，但某社交媒体发现，这些口罩更多在摇摆州被赠送。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。当支持者们完全信任他们的意见领袖后，就会伴随着认知失调。当意见领袖们说出的话和现实相悖时，支持者们会自动歪曲认知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一句话，哪里贵了？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，不要睁着眼睛乱说。当支持者们达到一定的量级后，他们真的觉得自己可以扭曲现实。当这些假意追求公平的人上位后，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？我们拿伊朗举例子吧。1979年，伊朗人民推翻国王，想要获得更多的自由，反而坠入了无尽的深渊。完成伊斯兰革命后，伊朗处决了上万前朝官员，最后他们的宗教领袖成立了宗教警察，锁死了信仰；成立革命基金会，锁死了经济；成立革命卫队，组建了庞大的暴力机器。讽刺的是，特朗普也在排干沼泽的口号下，清洗了47%的官员，这或许是他的第一步。而如今，距离1979年已经将近50年了，历史的倒车还在伊朗这个国家不断上演。很多人追求的公平是很难达到的，并不是说追求公平有错，而是当所有人都只看到自己的叙事视角时，有些人的公平就是对其他人的不公平。然而，大家对追求公平的执念被一些有心人士利用，就会让他们获得名声、金钱，甚至权力。互联网上永远不缺少权势，跟看日子不嫌事大的人，现实也一样。让我们来回顾一下，特朗普身上的人格似乎并不是他专属的，有擅长表演获得关注的人格，有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商人，有制造对立获得关注的人，也有假意追求公平，实际只想到自己的人。有人说，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权力场，所有人都在追求控制，普通人在家庭中斗角，而野心家在政坛上厮杀。似乎我们普通人也只能成为一个看客，无论舞台上的大佬们在做些什么，我们也改变不了。但似乎我们可以先脱离他们的控制。心理学是最近1个世纪才发展起来的学科，并且在中国的发展才刚刚萌芽。大家会觉得心理学发展好遥远，只听过 MBTI，
星座算命、抑郁症。然而它其实是一门很特殊的学科，能够轻易的总结人跟人之间发生了什么，就能够更容易看到世界的黑暗。下期我们不回顾过去，也不讨论现在，我们去看看星辰大海。当人类殖民火星后，火星人是怎么样生存的，以及他们对地球人的态度。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身边心理学，请关注我们的频道。如果你觉得特朗普系列的视频有趣，请帮忙点赞分享，也欢迎下期跟我们一起前往火星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分享使用知识的方法，下期再见。